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2007年11月20号凌晨5点，睡梦中的刘云芳被电话惊醒。打电话的是浙江绍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陈警官，他告诉刘云芳，有一辆白色威驰轿车，车内一男一女死亡。从现场找到一个叫杨佳佳的身份证、驾驶证，通过他手机上的照片和信息，初步判断死者是杨佳佳和张黎明，请速到绍兴交警大队确认身份。张黎明和杨佳佳正是刘云芳的儿子和准儿媳。刘云芳老伴几年前去世，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快要结婚了，哪儿想到竟会飞来横祸。可是他们怎么会开车到了绍兴呢？儿子一直说是在沈阳出差呀。刘云芳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拨打儿子和杨佳佳的手机，但儿子手机始终关机，杨佳佳的手机开着，接电话的正是绍兴的交警。6点半钟，就在刘云芳准备去机场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正是儿子张黎明的号码。他做梦一般的按下接听键，传来了儿子真真切切的声音：妈，我下午就到家了。刘云芳既惊又喜，对着电话语无伦次地喊着：儿子，你还活着？那佳佳跟你在一起吗？他开车去浙江了吗？张黎明说自己还在沈阳，但杨佳佳的确开车去浙江杭州玩。刘云芳哭叫道：儿子，你傻呀，杨佳佳这出车祸死了，还有另一个男人。张黎明感到天旋地转。冷静下来后，他让母亲不要去绍兴了，自己从沈阳直飞杭州，再坐汽车去绍兴。随后张黎明根据母亲提供的号码打电话给绍兴交警大队，证实了所发生的事。他浑身发软，好半天才想起该打电话通知杨佳佳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当护士的妹妹杨婷婷。杨婷婷惊闻噩耗，马上通知远在湖北荆州的父母，分别赶赴绍兴。张黎明1979年出生在北京，2001年7月，他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北京一家服装公司工作。4年后，他升任华北区域销售经理。在2005年末的一次公司团拜会上，他认识了比他大3岁的唐山分公司员工杨佳佳。杨佳佳老家在湖北荆州，他大学毕业后便应聘到这家服装公司唐山分公司工作，与正在唐山卫校上学的17岁的妹妹杨婷婷住在一起。张黎明觉得杨佳佳正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女孩，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终于赢得了杨佳佳的芳心。春节后，张黎明将杨佳佳调回北京总公司担任文员，并将她领回家见了母亲刘云芳。2007年大年初3，张黎明陪同杨佳佳回到他湖北荆州老家，为表真心，他向杨佳佳父母承诺，结婚后房子车子都写佳佳的名字。张黎明的表现不仅打动了杨佳佳的父母，也打动了杨佳佳的妹妹杨婷婷。这时杨婷婷已从唐山卫校毕业，张黎明托一位在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当领导的同学，将杨婷婷介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当实习护士。为此，杨婷婷对这个准姐夫也充满了感激，一个劲儿在父母面前说好话。11月21号，张黎明和杨婷婷分别赶到绍兴，负责此案的绍兴交警大队陈警官将一沓惨不忍睹的照片递给他们。张黎明一眼便认出了被撞得严重变形的白色威驰轿车的车牌号和杨佳佳，他禁不住泪流满面。是佳佳，可是另一个人是谁呢？杨婷婷看过几张照片后，除了悲痛和难堪之外，心里还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虽然车上男死者面目全非，几乎不可辨认，但他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陈辉，
他姐姐的初恋情人。原来杨佳佳在与张黎明恋爱前，曾经在大学里谈过一个男朋友，这个人就是陈辉，家在杭州市郊。毕业后，陈辉回到杭州一家供电所工作，杨佳佳则去了唐山。2年后，陈辉主动提出了分手，随后和别人结了婚。让杨婷婷怎么也想不通的是，虽然已经结婚了，陈辉却频频利用出差机会来唐山找姐姐。杨婷婷曾苦劝姐姐不要再跟陈辉来往，姐姐却下不了决心。直到姐姐遇上张黎明，杨婷婷才终于松了口气。杨婷婷向陈警官说了自己的怀疑，绍兴交警大队迅速展开调查，很快证实车上的男死者果然就是陈辉。张黎明头也不回地走出绍兴交警大队，心中悲愤莫名。为了他的婚事，母亲卖掉旧房子，又贴上自己的养老险，替他们在海淀区单位附近一次性付款130万买了一套90平米的新房，房产证上只写了杨佳佳的名字。为了未婚妻上班方便，他又用杨佳佳的名义花10万元买了辆白色威驰轿车。可是这一切付出换来的只有耻辱。11月22号，杨婷婷父母从湖北赶到绍兴，张黎明没去看望他们，一个人回到了北京，把杨佳佳的后事扔给了杨家人。刘云芳得知车祸真相后，委托杨家弟弟去找律师咨询，看能不能将房产要回来。律师说，因为房子是张黎明和杨佳佳婚前买的，虽然是张黎明付的款，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杨佳佳的名字，属于婚前财产赠与。由于两人并没有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所以这套房产跟张黎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娘家弟弟将律师的这些话告诉刘云芳，刘云芳决定将房子出租给一个亲戚。与此同时，杨佳佳父母也在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安葬好女儿后，2007年12月1号，杨婷婷陪同父亲杨国强来到北京。杨国强想将杨佳佳放在新房的一些东西拿回去，哪想到房里竟住了一对陌生的夫妻。他这才知道刘云芳背着他们将房子租了出去。虽然房子是张黎明买的，但这房子的10万元装修费是他们家掏的，而且房产证上写的也是女儿的名字。女儿虽做了错事，但尸骨未寒，就能这么做吗？他打电话质问刘云芳，刘云芳气得大骂：杨佳佳害惨了我儿子，你们还想要我家的房子？做梦吧！杨国强气得直哆嗦，你这房子我们家也出了10万元装修费，也有继承权的，你凭什么不说一声就租出去了？我要告你们！2008年1月15号，杨国强一纸诉状将刘云芳和张黎明告上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将杨佳佳的房产继承权判给杨家，并将出租的房屋收回。自从张黎明从绍兴离开后，杨婷婷跟他便再没有联系过。他也隐隐有一丝怨恨和悲哀。尽管姐姐做了错事，但毕竟相爱过一场，张黎明怎么连他的父母都不安慰一下就回了北京？但后来细想想，他受到那么强烈的刺激，离开也是情有可原的，怨恨也就慢慢的消散。现在突然听到父母要告张黎明和他母亲，他觉得父母做的不对，心里充满了不安。他主动给张黎明打了电话，表示自己会想办法说服父母撤诉，两家人协商解决。2008年3月12号上午10点，刘云芳接到海淀区法院送来的传票，他血压顿时急剧上升，随即头痛呕吐不止。慌乱中，张黎明马上打了120。在等待救护车时，他本能地给杨婷婷打了个电话，简单地说了一下母亲的情况。杨婷婷一惊：黎明哥，照你说的情况看，阿姨可能是脑出血，您那儿离我们医院不远，你让120马上把阿姨送过来，我可以帮着照顾一下。张黎明听从了杨婷婷的意见，
将母亲送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经几位专家会诊，刘云芳是因高血压引发脑出血，右脑出血量100毫升，CT 诊断部位为脑基底节出血，要马上选择微创穿刺清除血肿。杨婷婷帮着张立明挂号交费找床位，刘云芳随即被推进手术室。医生告诉张立明，病人左边能不能恢复像从前一样的运动机能，得看后期的康复治疗。刘云芳被推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杨婷婷心里非常自责和难过，她轻轻地说：立明哥，希望你暂时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阿姨，我想求你跟你那位同学打声招呼，向医院提出特别申请，指定我在重症监护病房专职护理阿姨，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张立明机械地点了一下头。刘云芳突然入院，海淀区人民法院考虑到诸多因素，决定重新安排开庭时间。杨婷婷被安排在重症监护病房专门护理刘云芳。刘云芳术后不能下地，也不能抬高头部，大小便只能在床上。开始她不好意思，总是憋着。细心的杨婷婷发现后温和地说：阿姨，憋尿憋便会引起血管再次破裂，发生意外很危险，这些工作都是我分内的事。刘云芳看了这个漂亮细心的女护士，心里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在杨婷婷的精心护理下，刘云芳平稳度过了危险期。15天后，刘云芳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到心内科普通病房，她已经完全离不开杨婷婷的照顾了。拉着儿子的手，直夸杨婷婷有一副好心肠，说她要是能找到这样的媳妇儿，那真是福气。张立明尴尬地笑笑，一抬头碰到杨婷婷羞红的脸，不觉心头猛地一跳。20天过去了，刘云芳可以出院了，因为她年纪偏大，左半边身子的反应还不是很明显。杨婷婷建议张立明用针灸刺激刘云芳左侧肢体，再由家人辅助按摩等进行康复治疗。他通过自己的同学找到北京同仁堂一位坐堂的老中医，老中医答应给刘云芳每周进行一次针灸治疗。张立明给母亲雇了一个专职保姆，但保姆不会按摩，杨婷婷便自告奋勇推刘云芳出去做治疗。每次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刘云芳家，把她扶到轮椅上，再从家推到车站，下车以后再推到地铁站，再求人一起将她连人带轮椅抬下去。一次治疗完毕，杨婷婷得出几身汗。刘云芳心疼极了，对杨婷婷的喜爱也与日俱增。2008年9月底，刘云芳的左侧肢体逐渐恢复了知觉。张立明请杨婷婷去吃火锅，对她几个月来的辛苦表示感谢。杨婷婷低着头，淡淡的一笑说：我是想减轻一些心理的负疚，但是我还没能说服父母撤诉。你要是不恨我，我就烧高香了。张黎明也淡淡一笑说：我倒是觉得这场官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至少他把你带到了我身边。听出张黎明话中有话，又猛然想到他母亲的话，杨婷婷转瞬间满脸通红。其实他心中也早有了张黎明的影子，但想到刘云芳对姐姐的恨，想到随时会来的那场官司，他说什么也不敢将这份心意表达出来。2009年4月中旬，海淀区法院再次送达传票，通知5月15号开庭初审。张黎明怕母亲知道后会被气得再次入院，便将杨婷婷约出来，希望他能说服他的父母庭外和解。我可以叫亲戚搬出去，作为缓和矛盾的第一步。杨婷婷同意了。4月24号，张黎明给杨婷婷的父亲打电话说：叔叔，我替我妈向你们道歉，房子我们也不出租了，小妹在北京，就让她住吧，省得去挤宿舍了。佳佳走了，
我们就算不能成为亲人，也别成为仇人。见杨国强没有表态，杨婷婷又特意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劝说父母。他临走时，杨国强说：你回北京见到黎明，替我们全家道个歉，是佳佳对不起他，这个官司我们不打了，让张黎明把装修的钱退回来就算了，房子还给他。杨婷婷一把抱住父亲，哽咽道：爸爸，我就知道你是最通情达理的。回到北京后，杨婷婷将张黎明约出来，将父亲的决定告诉了他。他淡淡一笑说：这回好了，官司不打了，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太多了。黎明哥，你多保重。看到杨婷婷眼里全是泪水，张黎明先是一愣，继而冲动的一把拉过她的手说：婷婷，为什么不能见面？只要你，我愿意天天跟你见面啊。杨婷婷摇头苦笑道：如果阿姨知道了我的身份，不气得吐血才怪。说完，她轻轻地哭着，招了一辆出租车走了。这之后，杨婷婷换了手机号，张黎明根本找不到她。她心里就像被焚着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煎熬。一天，刘云芳问张黎明：怎么没再看到杨护士呢？她是不是有了对象了？看到母亲失望的神情，张黎明问她：妈，你喜欢杨护士吗？当然喜欢了，你要是能娶回这么好的姑娘，妈就有福喽。如果我说如果她和杨佳佳是姐妹，你也喜欢吗？刘云芳一愣说：你是说真的？杨护士不会真是杨佳佳的妹妹吧？张黎明看着母亲，郑重地点了点头，慢慢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得知真相，刘云芳百感交集啊。第二天一早，刘云芳叫醒张黎明，让他带自己去医院找杨婷婷。妈想过了，婷婷是个朴实善良的好女孩，妈要帮你把她追到手。当天上午，母子俩在医院的走廊看到瘦了一圈的杨婷婷。刘云芳将杨婷婷搂在怀里，哽咽道：孩子，我都知道了，委屈你了，你原谅阿姨以前说话没轻重，以后你就把我家当成你的家，常来吃饭啊。看到杨婷婷含泪的眸子里闪出惊喜的光芒，张黎明心里有数了。他轻轻地对杨婷婷说了一句：我妈的话，也就是我要说的话。杨婷婷默默地点了点头。张黎明终于和杨婷婷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杨婷婷心里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如何向自己的父母开口。2010年春节，杨婷婷回荆州过年，她先对母亲李素贞坦白了这件事，流着眼泪恳求母亲说：妈，说起来是我们对不起人家，黎明和他妈妈都能接受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李素贞被女儿说服了，答应帮助做丈夫的工作。正月初六，张黎明带着母亲突然出现在杨婷婷家门口。刘云芳将从北京带的特产拿出来，满怀歉意地对杨国强和李素贞说：亲家呀，我脑出血，半个身子不能动，多亏了婷婷细心照顾，才捡回一条老命。如果早知道她是你们的女儿，我早就不恨你们了。他一把拉住李素贞的手，眼泪簌簌而下。亲家母啊，对不起，我们都是当妈的人，我理解你的苦，你们就婷婷一个女儿了，以后就一起跟着来北京，
婷婷照顾你们也方便些。李素贞不停地抹眼泪，杨婷婷过来抱着母亲和婆婆，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